目前立陶宛当局支持台独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充分的展现，等到立陶宛的百姓体会到切肤之痛之后，恐怕产业链都断了，再想恢复难于登天。这就是罪而小国贸然参与大国之争的后果。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民。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外电称中国要求跨国公司与立陶宛断绝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有实力也占着理儿。根据英国路透社在12月9号的报道，立陶宛的副外长阿多梅纳斯说，中国已经要求欧洲的跨国公司不能再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和用品，否则不能进入中国市场。他还说已经有欧洲企业取消了与立陶宛供应商的合同，受影响的范围包括食品、激光、原材料、药品、家具、服装等等。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对这个消息的证实，但是就算这件事是真的，也完全符合道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个人都休想一边实质性的支持台独，一边还能和中国大陆做生意赚钱。国际政治是非常现实的，对刻意损害中国利益的人，中国有权利、有能力对其实施制裁。首先，中国有充足的购买力，是很多外国企业的主要客户，中国只要不买，相当多的企业就过不下去。此外，中国有足够的国内替代生产能力，除了高端集成电路和航空发动机，中国没有什么东西受制于人。即使在这两个领域，我们也能解决军用需求。现在是如何解决民用需求的问题。第三，中国轻易不会发动制裁，一旦被迫发起制裁，那一定是在道义上占了绝对的道理。回到立陶宛这个话题，对一个国家实施全面的禁运是西方霸道国家发明的，一开始是英国和法国，后来主要是美国。当年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殖民帝国，英法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壁垒。德国崛起之后非常需要出口市场的发展制造业，但是英法强行要求自己所有的殖民地国家不准从德国进口任何东西，这就极大的遏制了德国的发展。德国走投无路，最后发动2次世界大战都与此有关。美国为了打击古巴社会主义政权，专门制定了托里切利法与哈尔姆斯伯顿法，不但禁止美国企业和古巴做生意，还禁止外国公司和古巴交往。中国没有兴趣遏制立陶宛的发展，实际上立陶宛也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中国更没有兴趣颠覆立陶宛政权。但是既然立陶宛支持台独势力，就必须让他们知道任性的后果。把英国、法国发明、美国经常采用的手段拿来用在立陶宛身上，完全正当合适。立陶宛是个制造业的小国，在前苏联时代把一部分电子和激光产业放在了立陶宛。苏联解体之后，立陶宛没有能力把产业做大，只能是勉强维持。根据统计立陶宛每年向德国的出口规模大概是20多亿美元，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和家具、玩具、杂项制品。立陶宛出口产品里面优势最大的就是飞秒激光系统，据说在全世界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 80%， 广泛用于眼科手术、保育时的切割这些领域，这就给立陶宛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飞秒激光器不是什么门槛很高的东西主要工业国都能生产。中国本土可以生产飞秒激光器的企业有好几家。立陶宛之所以占了这么大的市场份额，主要是因为产品便宜。这么大的占有率意味着很多欧洲企业在相关产品上都要用立陶宛激光器。他们不和中国做生意则已，只要涉及中国市场就面临着制裁的风险。欧洲企业很难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一种不用立陶宛激光器的总体设备，但是他们又不能丢了中国的市场，比较合理的对策就是放弃立陶宛，另找供应商。除了掺和中国台湾问题之外，立陶宛还参加了美国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导致立陶宛的铁路公司没法再运输白俄罗斯出口的钾肥，损失也比较大。难道美国还能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立陶宛遭受的重大经济损失吗？
今天的美国自己还要四处举债，哪里有这个财力啊？目前立陶宛当局支持台独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充分的展现，等到立陶宛的百姓体会到切肤之痛之后，恐怕产业链都断了，再想恢复难于登天。这就是罪而小国贸然参与大国之争的后果。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